除了耶稣，恐怕再难有人能与成吉思汗匹敌。这是一位美国学者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他不仅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还凭借自己的基因影响了整个世界。那么，成吉思汗究竟有多强大？他的蒙古帝国疆域曾占领全球的1/5，东方边境早已经跃上枝头，西方地盘烈日才刚刚当空。他的土地横跨数千里，但他是如何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少年成长为令世界颤抖的草原霸主呢？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神秘老者的助力。成吉思汗的出生便与众不同。据说他诞生时紧握一块凝血，按照蒙古的传统，这象征着他将掌握生杀大权。当时蒙古有个习俗，新生儿出生时要请一位智者为其预测未来，而成吉思汗的智者却是主动前来。清史记载，这位老者不辞辛劳翻越层层山脉，只为见成吉思汗一面，并预言他未来必将建立伟业。更为神奇的是，成吉思汗后来几次关键性的人生转折都与这位老者密不可分。蒙古还有一项独特的传统，如果某个婴儿出生时，部落正好俘获了一名敌对勇士，那么这个勇士的勇气便会传给新生儿。恰巧成吉思汗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俘获了塔塔尔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兀格，于是成吉思汗得名铁木真。然而铁木真的人生却并不幸运，他或许是历史上最惨的官二代。9岁那年，父亲被毒死，而凶手正是当年塔塔尔部落首领铁木真兀格的儿子。铁木真与塔塔尔部落的仇怨从此结下，而这场恩怨也才刚刚开始。在草原的残酷法则下，铁木真的部落在父亲死后选择了新首领，甚至连他的叔叔伯伯都试图瓜分家产。按照当时的惯例，兄终弟及，铁木真的叔叔本该娶他母亲为妻，然而这些亲属不仅没有照顾他们一家，反而夺走了能夺走的一切，最后将他们母子赶出了部落。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被逐出部落几乎等同于宣判了死刑。正如蒙古秘史所说，犹如深水干涸，民食已碎。然而就在这绝望之中，铁木真一家还收养了一名孤儿，名叫博尔术，而他后来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10大功臣之一。就在铁木真陷入困境时，那位神秘的老者再次出现，将他带往布尔罕山。在那里，老者不仅教会铁木真打猎，还教他领悟大自然的精神，尤其是对大山的敬畏。这座大山成了铁木真一生的精神支柱。每当铁木真遇到难题时，他都会独自前往这座被他视为圣山的布尔罕山闭关3天。对于他而言，这座山总是能带来启示，但对于他的敌人来说，每当铁木真归山之时，灾难便会随之降临。铁木真的崛起源自于一个意外，他本可以选择安安稳稳地在草原上过一辈子，享受着与妻子孩子一起平静的生活。然而命运并不打算让他如此简单地度过一生。蔑尔乞部落抢走了他的妻子，这在蒙古当时是常见的风俗。抢妻子在草原上并不稀奇，换一个新的更是常态。但铁木真不是普通人，他无法容忍这样的屈辱。妻子被抢后，铁木真没有急于报复，而是选择独自进入圣山闭关3天。在铁木真出山后，决心要夺回自己的一切。他首先需要盟友，便带上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博尔术，还召集了周围的200多个邻居。在蒙古，草原上的人们居无定所，今天扎营这里，明天可能迁移到另一处，因此能找到不少邻居帮手。关键时刻，那位神秘的老者再次现身，这次他不仅给予铁木真精神上的支持，还送来了另一位猛将，他的儿子哲勒灭。老者对铁木真说，哲勒灭是长生天特意派来辅佐他的，暗示天命所归。哲勒灭后来也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名将之一。
铁木真从此多了一位忠诚的战友。然而，铁木真的200余人显然无法单靠这点力量攻下一个部落。这时，蒙古的传统友谊安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你熟悉《射雕英雄传》，你一定对安达这个词不陌生，意思是异姓兄弟。在蒙古人的眼里，安达的情谊超越了血缘，甚至比亲兄弟还亲。铁木真首先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安达，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当时的王罕已经是中原草原上最有权势的领袖之一，但这还不足以让铁木真自信。于是他又去找了自己的安达扎木合。当时的扎木合也是扎达兰部的首领。面对好兄弟的请求，加上王罕的号召，扎木合也很爽快地答应出兵支持。三方力量汇聚，铁木真即将发动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战争。虽然名义上是3家联军，但王罕和扎木合更多只是壮声势，真正的主力仍是铁木真。他的首战大获全胜，不仅成功夺回妻子，还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在分配战利品时，王罕和扎木合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虽然表面上没有争吵，但心中已有不满的种子埋下。不久之后，矛盾再次浮现。当铁木真受扎木合的热情邀请，带领自己的小团队加入扎木合的部落时，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蒙古文化中存在着黑白骨头的概念，这不仅是血统的划分，更影响到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待遇。白骨头指的是直系亲属，而黑骨头则是非直系亲属，两者不仅血统贵贱有别，生活待遇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铁木真与扎木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同一个祖母，但他们的祖辈并不相同。扎木合的爷爷是这位祖母的第一任丈夫，因此扎木合属于白骨头，而铁木真的爷爷则是她的第2任丈夫，所以铁木真被划归为黑骨头。这个血统差异使得扎木合始终认为自己的地位要高于铁木真，他常常通过公开宣扬自己的高贵血统来提升自己的威望，甚至故意贬低铁木真。扎木合非常善于利用这种文化进行心理操控，他将自己摆在一个比铁木真更高的位置，逐渐将铁木真看作是一个下属或者跟随者，而非真正的平等兄弟。然而，铁木真从未因为自己的出身低微而感到自卑。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存在于血统，而在于能力和品格。无论出身高低、族群背景，铁木真始终愿意任用有才能之人，将他们视为兄弟。这种不分族群、不论敌我的任人唯贤政策，成为他后来建立蒙古帝国的重要基石。蒙古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强者为尊，铁木真的崛起正是这种观念的最佳体现。随着他逐渐展露出非凡的领导才能，越来越多的部落成员选择站在他这一边，甚至连他父亲的旧部也渐渐重新归顺于他。铁木真意识到，他注定要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翅高飞，而不是躲在别人的庇护之下。最终，铁木真决定离开扎木合，独立建立自己的部落。昔日的盟友成为了永远的敌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扎木合和王罕的行为无意中一步步推动铁木真走上了成为蒙古大汗的道路。铁木真的崛起之路上，塔塔尔部的存在无疑是他必须跨越的一块巨石。要理解塔塔尔部的角色，得先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早在铁木真之前，蒙古各部和女真部落都曾是辽国的附属国。辽国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如果你看过《天龙八部》，你会对契丹人的存在有所了解。乔峰就是典型的契丹人。辽国在当时对蒙古和女真等部落进行压迫和剥削，但最终女真人中的完颜阿骨打起兵反抗，推翻了辽国，建立了金国。金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草原局势，蒙古部落也成为了金国的附属。然而，金国的目标不仅局限于此。金国推翻辽国以后，本来打算顺手灭了南宋，
却没想到羸弱的南宋竟然蹦出来一个超级大男主岳飞。岳飞在这边硬刚金国，在一定程度上拖住了金国的力量，给了蒙古部落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这段时间内，蒙古部落逐渐壮大，但草原上的游牧文明却面临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与中原农耕文明不同，中原的土地是固定不动的，中原的衙门可以收税、保护百姓、征兵，甚至赈灾，而草原上的生产活动以放牧为主，牲畜是会移动的，因此游牧民族往往以小部落为单位。在草原上，皇权的作用有限，除非受到强大外敌的压迫，否则各个小部落很难自发团结。然而，当有强大的外部威胁时，草原部落会因为共同的敌人而暂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而金国深谙这一点，清楚一旦蒙古各部落统一，对金国将是巨大的威胁。为此，金国采取了分化蒙古部落的策略，策反了当时蒙古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塔塔尔部。塔塔尔部成为金国的代理人，压制蒙古其他部落的统一进程。在金人的残酷统治下，蒙古各部落早就盼着能出现一个狠人，带领大家推翻金人的统治。这个狠人无疑就是铁木真，可他要先解决掉塔塔尔部，而且别忘了，他们两家还是世仇呢。当时铁木真和他曾经的盟友扎木合已经彻底决裂，塔塔尔人看准了这个机会，开始与扎木合联手，试图共同对抗铁木真。而在这背后，金国一直对蒙古各部的发展感到威胁，明确禁止蒙古部落之间的结盟。因此，塔塔尔人与扎木合的联合无疑是对金国命令的公开违抗。铁木真抓住了这个局势，决定利用这一联合来对塔塔尔人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派人伪装成塔塔尔部落的成员，袭击了金国的边界。金国得知消息后，立即认为塔塔尔人已经彻底背叛了他们，于是派使者前往塔塔尔部落，要求解释此事。塔塔尔部的族长感到非常冤枉，但在金国要求他亲自前往解释时，他却害怕有去无回，于是拒绝前往。金国见此态度，更加确信塔塔尔部的反叛已经板上钉钉，所以决定号召蒙古各部落共同出兵讨伐塔塔尔部。铁木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率先响应号召，并与盟友王罕联手，协同金国对塔塔尔部展开进攻。最终，塔塔尔部遭遇惨败，铁木真实力大增，而他的盟友王罕则开始对铁木真的崛起感到极度不安。1203年，王罕对铁木真的力量感到嫉妒和威胁，双方爆发了战斗。铁木真巧妙地利用骑兵夜袭了王罕的牙帐，将其彻底击溃，成功吞并了王罕的部落。到了1204年，铁木真已经征服了草原上所有的部落，草原上再也没有哪个部落能够与他抗衡。此时，众人都以为他已经完成了统一草原的伟业，只差一个响亮的称号。有人建议他自称古尔汗，意思是众汗之汗。然而，铁木真认为这个称号虽然生动，却还不够气势磅礴。他最终决定采用成吉思汗这个名字，象征着拥有天下四海之汗，预示着他不只统治草原，还将征服更广阔的世界。蒙古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索是一个愣头青花剌子模王朝。虽然听起来像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但这个王朝在当时可是举足轻重的存在。花剌子模被誉为绿洲中的太阳，占据了河中地区，如今的大半个阿富汗和整个波斯，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通常的明智做法就是不要去触碰今日霸主。然而，花剌子模显然不懂这个道理。当时的蒙古在吞并了西辽之后，已经成为了东亚的超级大国。成吉思汗也想采取一些文明手段，于是他派了一支商队去花剌子模，希望通过贸易建立友好关系。为了避免冲突，成吉思汗甚至亲自给花剌子模的统治者写了一封信。
态度谦和地表示愿意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善待他们。然而花剌子模国王并没有把这封信放在心上，甚至根本不重视蒙古的威胁。这种轻视导致了灾难。一个花剌子模的地方将领不仅袭击了蒙古商队，还洗劫了他们的货物。成吉思汗见到这种情况，意识到文明手段根本行不通，他决定采取最为极端的措施，得不到就毁掉。于是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10万蒙古骑兵，发起了蒙古帝国的第一次西征，而这次西征也揭开了欧洲未来100年噩梦的序幕。如果当时的欧洲各国知道这一连锁反应的可怕后果，他们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手撕花剌子模。成吉思汗的军事战术十分高明，他并没有直接进攻花剌子模的城镇，因为这些城镇通常有高大的城墙，骑兵进攻起来极为困难。相反，他选择先劫掠周边的村庄，但并不杀人，而是将这些村民赶入城镇，制造恐慌。他向城镇传达信息，不反抗则不杀，按时交保护费即可，若有反抗则全城屠戮。这绝不是空话，成吉思汗的屠城策略非常彻底，反抗的城市几乎全被屠灭，仅保留少数如工匠、医生等有技术的人员供蒙古人使用。传闻中，蒙古骑兵攻下一座反抗的城市后，能够在1周内屠杀100万人，整个城市顷刻间变成死城。在这种极端的恐怖气氛下，花剌子模的许多城镇根本不敢反抗，纷纷选择投降。成吉思汗对敌人残忍无情，但对投降的人也毫不客气。攻下城池后，他允许士兵们随意掠夺，甚至鼓励他们享受战利品。成吉思汗曾留下过一句名言：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杀尽敌人，夺取他们的财富，骑上他们的马，享用他们的妻妾。这句豪言极大地激发了蒙古战士的士气，毕竟这些马背上跋涉了数千里的孤独汉子，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激励。成吉思汗的战术总结起来就是：先制造恐怖气氛，屠城不留隐患，同时注重吸收技术人才，再辅以强有力的激励政策。由此看来，蒙古的骑兵不光是武力超群，他们的统治智慧同样令人敬畏。不过，成吉思汗很快意识到，他严重高估了花剌子模的实力。事实上，蒙古军队对于花剌子模来说，实在是杀鸡用牛刀。然而，既然这10万精锐远征军已经奔赴战场，空手而归未免显得太浪费了。于是，成吉思汗决定继续扩大战事。他命令2员大将速不台和哲别带领2万骑兵继续劫掠周边的土地，制定了3年之约，哪里富饶就打哪里。3年时间到期后，准时返回蒙古。蒙古大军从萨马尔罕一路推到阿塞拜疆，之后翻越高加索山。在高加索地区，蒙古大军先是大破阿兰人和库曼人。面对蒙古铁骑的压迫，库曼人狼狈不堪，哭着跑到俄罗斯寻求援助，向他们的老大基辅大公求助。基辅大公不甘示弱，率领8万罗斯联军与蒙古军在加勒加河展开了决战。这场战役给了蒙古军绝佳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高超战术。蒙古骑兵擅长游击战和远程打击，他们首先用弓箭从远处攻击罗斯联军，然后假装撤退。而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依旧保持射击，利用这一战术激怒对手。敌人一旦追击，蒙古骑兵便以放风筝的方式不断拉扯，将敌军一步步引入他们早已设好的包围圈。这时候，蒙古军最经典的战术展现得淋漓尽致。蒙古骑兵在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后，首先做的一件事竟然是换马。换上修整好的战马，蒙古军开始发动全速冲锋，将敌军阵型彻底冲散。随后，他们通过分割、包围，将敌军孤立成一小块一小块，接着继续施展边跑边射的战术，毫不间断地从各个方向包围敌人，追击射杀。这种战术被蒙古人称为狗斗术，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战场上灵活机动、
精准打击的风格。欧洲人则将这种蒙古骑兵边跑边射的绝技称为安息人射箭法。这种古老战术让蒙古人如风一般席卷了东欧大地。加勒加河战役的结果让俄罗斯人彻底崩溃，9位大公在战役中被杀，俄罗斯联军8万人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生还，士兵的生还率不足1/10。短短几个月内，整个俄罗斯地区被蒙古人摧残得支离破碎。面对如此惨烈的打击，俄罗斯人开始相信，这一切灾难一定是他们触怒了上帝，才会降下如此恐怖的敌人。蒙古人因此被冠以上帝之鞭的称号。在加勒加河的胜利后，蒙古军继续向西推进，沿着今天的乌克兰一路烧杀劫掠，直抵克里米亚半岛。眼看着蒙古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东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攻下基辅了。然而此时成吉思汗的3年之约已经到期，哲别和速不台不得不遵循命令撤军东归。在返回的途中，他们顺便教育了伏尔加河畔的伏尔加保加利亚，以一种横扫的姿态结束了这场史诗般的第一次西征。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不仅震撼了整个中亚、东欧地区，更为未来的蒙古征服奠定了基础。对于那些遭遇蒙古铁骑的欧洲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持久的噩梦。